为什么剧组要用衬衫夹？从程毅那件白衬衫说起。一件白衬衫凭什么能一直挺？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？同样一件白衬衫，咱们普通人穿一天，到下午准是皱巴巴的，下摆跑出来一截，坐久了腰那儿还堆一团褶子。可你看镜头里的角色，从早到晚，又是坐又是走又是突然起身，那件白衬衫愣是笔挺的跟刚熨过一样，一整场戏下来纹丝不乱。这不是玄学。今天咱们不聊别的，就顺着程毅受谎那组路透里被眼尖粉丝发现的一个小道具衬衫夹，好好聊聊影视剧里的造型到底是怎么被做出来的。我发现个事儿哈，越是看起来理所当然的整齐，背后越费功夫。你越觉得这不很正常吗？越说明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替他兜了底。行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咱们一层一层拆。今天不求快，求把一件小事讲透。先说最表面的，也就是你眼睛能直接看到的那一层。衬衫夹是什么？说白了，就是一组固定装置，英文里叫 shirt stay， 用来把衬衫的下摆往下拉住，固定住，不让它在动作里往上跑。它一头夹住衬衫的下摆，另一头连到袜子或者绕过大腿固定，靠这么一个往下拽的力，让衬衫始终服帖地贴在身上。你想想看，一个角色要坐下，要起身，要突然转头，要快步走过一条走廊，如果衬衫下摆没固定好，镜头一给，腰那儿鼓一块，皱一团，那种干净利落的感觉啪一下就没了。观众可能说不上来哪儿不对，但就是觉得这个人没那么精神。这个东西我当时也是查了半天，它其实最早不是影视圈发明的，是军队还有各种需要制式整齐的职业装里用的最多。道理很简单，一个军人，一个需要长时间保持仪容的职业者，不可能每隔10分钟去洗手间把衬衫重新色一遍。那怎么办？就靠这类固定装置，保证一整天下来衬衫始终服帖。放到剧组里，逻辑是一模一样的，一场戏可能要反复拍10几条，演员这条哭完下条又得跑，中间还有补妆、走位等灯光，衬衫要是每动一下就乱，那造型的连贯性根本没法保证。所以为了让演员每一个镜头都笔挺整齐，就得靠这类小道具帮忙 hold 住。所以你看，这压根不是什么秘密，也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，而是，这么说吧，它是剧组认真的证据。一件衬衫能在几十场戏、上百个镜头里保持稳定的整齐度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造型团队一遍一遍的整，一遍一遍的检查。而且演员那边也得配合，穿着这些固定装置演一整天，说实话并不舒服，绑着、拽着，还得演出松弛自然的样子。这种看不见的用心，一个愿意做，一个愿意受，恰恰是整个团队专业度的体现。说回这个事，我得先说清楚啊，我不是造型专业出身，这部分是凭我这些年看幕后花絮攒下来的印象，再加上我自己查的资料说的。如果有做服装、做戏服的朋友，觉得我哪说的不够准，评论区欢迎指正，我下期改。好，把表面这层说完，咱们进下一层，媒体一般不会跟你讲的那层。为什么受谎偏偏给程毅这个角色配一件白衬衫，再加一副金丝眼镜？为什么不是别的？这就要说到造型语言了。先交代个背景，不然你听着会觉得断。受谎是陆建清执导、曾志伟监制的港风悬疑刑侦剧，梁家辉、袁咏仪这些老戏骨都有参与，整体走的是冷调、克制、质感偏重的路子。而程毅演的这个林燕婷，身份不是普通警察，注意啊，这点很多人会想当然，他是个心理侧写师，以心理顾问的身份进入警队，靠读微表情，靠拆解别人话里的破绽来办案。他的武器不是枪，是脑子，是观察力。那你就明白了，为什么是白衬衫加金丝眼镜。这套造型是有潜台词的，干净、理性、疏离，带一点距离感，一种我看得穿你，你却看不透我的气场。白色代表克制和坦荡，笔挺代表自律，金丝眼镜那一层薄薄的镜片，像是他和世界之间隔着的一道观察的玻璃。
造型师没在他身上堆任何多余的东西，因为这个角色本身就是做减法的人。这跟程毅大家一直熟悉的古装完全是两套语言。古装讲的是飘逸、写意、留白，这个都市悬疑角色讲的是克制、精准，脑子转得飞快。从古装那种写意的美，跨到这种冷静的都市知识分子式的形象，这个戏路的拓展本身就值得单独说一句，不是随便一个演员都能在两种气质之间自由切换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差点把两件事说混了，我得停一下掰开讲。造型给的底子和演员演出来的东西是两码事，不能混为一谈。白衬衫、金丝眼镜，这是造型师和服装团队的功劳，是别人替他准备好的。可是能把这么一件普普通通的白衬衫穿出心理侧写师那种沉得住气，那种审视感，那是演员自己的功劳，是眼神，是节奏，是气息给的。这俩必须分开说，混在一起就等于抹杀了其中任何一方的努力。造型再好，遇上撑不住的演员也是白搭，演员再好，没有精准的造型也少一半味道。他俩是配合关系。行，再往深一层，咱们已经知道了衬衫家是干嘛的，也知道了白衬衫想传达什么。那真正的门道来了，一件笔挺的白衬衫到底在人物塑造这件事上起了什么作用？说白了，造型是无声的台词。这句话我一直很信。林燕婷这个人还没开口说一个字，她那件一丝不苟的白衬衫就已经在替她说话了。她在告诉观众，这个人自律、理性，对细节有掌控欲，甚至有点强迫感。你再往深想一层，一个靠观察别人的破绽吃饭的角色，他自己必须先是无懈可击的。他不能有破绽，因为他是那个专门找破绽的人。所以他的衬衫必须笔挺，他的领口必须端正，他的整个人必须像一台精密仪器。造型团队在衬衫加上较的那个劲儿，最终服务的就是观众看他第一眼时那句心里话，这个人好像真的很懂心理。这份信任是从视觉上先建立起来的，台词还没来得及证明，衣服已经先说服你了。我倾向于这么判断啊，不绝对哈，好的造型和好的表演是相互成就的。造型先打好视觉底子，演员再用眼神、体态、语速一点一点把这个壳填满、填活。你去回看程毅过往那些让人记住的角色，造型和表演从来都是咬合在一起的，很少有那种造型很美但人失控的情况。这次这套克制的都市造型，我个人觉得火候刚刚好，利落的白衬衫配上他表演里那股沉得住、不慌不忙的劲儿，这道菜是越品越有味的。你第一眼看是一个戴眼镜的斯文人，多看几眼就会发现，这个斯文底下是绷着的，是有攻击性的，而这种反差一半是演的，一半是穿出来的。好，到最后一层了，咱们聊点软的，聊点关于人的。为什么程毅的粉丝这么爱考古，连一个衬衫加这种芝麻大的道具都能发现，都能讨论上半天？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我寻思了半天，得出一个结论，可能不一定对，因为值得被细看。你反过来想，一套造型如果做得敷衍，做得糊弄，粉丝哪来的兴趣拿着放大镜一帧一帧去抠？正是因为造型团队和演员在每一处细节上都够用心，粉丝的这种细致观察才终于有了对象，有了落点。你用心了，才有人愿意为你用心。这种被认真对待，于是被认真观看的关系，其实是一种双向的珍惜。一方在细节上不偷懒，另一方就愿意去看见这些细节，甚至看见连主创自己都没特别强调的地方。这挺动人的，说实话。当然，话也得说回来，任何观察都有它的边界。我们真正在欣赏的，始终应该是造型，是角色，是一部作品背后的用心，而不是别的越过界的东西。这条线在哪儿，懂的人自然懂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我想想啊，怎么说呢？粉丝愿意为一个细节较真，本质上是一种深度的喜爱。他不吵不闹，就是安安静静的，把你做的每一分努力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而这份喜爱，
配得上一部认真做的作品。这两者能对上，是件挺幸运的事。行，今天这期就聊到这。一件小小的衬衫夹，我们从它的功能聊到造型语言，聊到人物塑造，最后聊到了粉丝和作品之间那种双向的用心。你看，一件小事真掰开了，能装下这么多东西。给你们留个小任务，去找一段受谎的路透，或者等预告出来，别急着只看脸，你专门去看那件白衬衫，看它的领口，看它的下摆，看它整体的服帖度，再看看那副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神。看完回来，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这套造型给林燕婷这个心理侧写师加了几分？我先说我的答案，我给她打高分，因为她把看不见的功夫做到了看得见。受谎这波未播先火，我觉得真不是没道理的。一个团队肯在一件白衬衫上花这么多心思，你大概能猜到，别的地方他们也不会敷衍。用心的造型，值得被用心的看待。这份期待，我赌他没白等，不信，咱们等剧播了，评论区见。